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故事教会我们的事。这个频道是分享有关于感情、心灵、教育、娱乐与生活的点点滴滴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：你还记得吗？当上课的钟声响起时，我们一群人还围在教室后面，开心地玩着扑克牌。突然间，导师悄悄无声无息地走到我的身后，旁边的同学不断地对我使眼色。此时，拿着一手好牌的我浑然不知。正当我高兴地将牌打出去时，坐在椅子上的3位同学突然全部站了起来。我猛然回头看，看到导师就站在我身后。导师严厉斥责我们，说怎么可以在学校里赌博，并且处罚我们午休时全部到导师办公室门口罚站。当罚站完，导师单独将我留下，当着我的面告诉我觉得你是会读书的小孩，你只是把聪明用错地方了。在西元前551年的春秋时期，有一位伟大的教育家孔子，名丘，字仲尼。孔子的父亲名为叔梁纥，是鲁国的武官，并且善于作战。孔子3岁时，父亲便过世了，与母亲从小相依为命，靠着母亲辛苦工作来维持生活。孔子从小便聪明好学，努力上进。为了谋生，他曾经为贵族管理账目，并且饲养牛羊。因为生活种种磨难，训练他从小便很独立与懂事。他15岁时便立志学习各种知识。由于当时情况除了贵族才能进入学校学习之外，一般人则是无法接受教育，而他被拒于门外，无法进入学校接受教育。因此他发奋自学，并求教于许多隐士。例如，他曾问礼于老子，向师襄子学琴，并且访阅于长虹。经过多年努力自学之后，他不仅精通诗书礼乐，还学习射箭，并且驾驭战车，可说是文武双全。他30岁时便开始开办私塾，打破只有贵族才能读书的规定，提倡有教无类，不论贫富贵贱，只要有心向学，带上束修，都可以投入他的门下，成为他的学生。有一天，孔子在课堂上上课，正准备对学生们讲授新的知识。他看见学堂下的学习气氛，感到十分欣慰，每个学生都勤奋好学。就在此时，他突然发觉到宰予竟然没有来上课，心里十分恼怒，觉得宰予目无尊长，于是便亲自前往找寻宰予。来到宰予家里，竟然发现他正躺在床上睡觉。看到此情况，孔子非常生气，并且马上离开宰予家里。回到学堂上，孔子告诫所有弟子们说道：腐朽的木头是没办法用来雕刻的，废土砌成的墙壁是没办法涂抹平滑的。我对于宰予又有什么好去责怪的呢？孔子又和弟子们说道：过去我对待别人，听到他的说法，就会相信他的行为。现在我对待别人，听到他的说法，却要观察他的行为之后，才会相信。这是因为我看到宰予的例子，才改变我的态度的。古时候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。因为夜晚看不见物体，所以白天要好好利用时间来工作与学习。孔子认为学生更应该珍惜时间，发奋努力，以求上进。因此认为宰予在白天偷懒睡觉是不可取的行为，毫不客气批评他，以告诫其他弟子不可偷懒，
不思进取。孔子终于在51岁时当上鲁国的中都宰，此后仕途一帆风顺，提升之路一路从管理建设工程的司空升级到管理司法的司寇，短短1年之间再到代理相国职务的大司寇。他参与鲁国国政3个月之后，鲁国的政治风气大大提升不少。他主政时期物产丰富，经济发展迅速，百姓安居乐业，安分守己。他宣扬礼教，以德行感化百姓，使得鲁国路不拾遗，夜不闭户，国家日益强盛。齐国害怕鲁国威胁自己称霸的地位，于是派人送给鲁国许多能歌善舞的美女与骏马，来削弱鲁国君臣的意志。在接受厚礼之后，鲁国君臣便沉溺歌舞，不理朝政。孔子对此感到非常失望，于是便带领弟子离开鲁国。在孔子周游列国期间，他推行以仁政德治的主张来治理国家，却一直无法得到各国君王的重用。14年之后，孔子决心返回鲁国。此时他已经是68岁了，但是他仍然投身于教育英才和整理古籍的工作。3年之后，孔子逝世。他生前重视教育，崇尚诗书礼乐，重视仁义，提倡忠恕、中庸之道的儒学。而他的弟子们继承了他的思想，并且弘扬他人道的精神，这就是后人所称的儒家思想。后来他的学生把他平时教诲他们的话编成了一本书，叫做《论语》。这本书对于中国人的思想和生活产生很大的影响，所以后世的我们称孔子为儒家创始人，并且尊崇他为至圣先师、万世师表。而教师节正式的节日则是订立在1952年9月28日，此节日是为了纪念至圣先师孔子，并且以他的诞辰作为每年教师节的节日，因此教师节又称孔子诞辰纪念日。在教师节期间，都会举办师铎奖和教育奉献奖，来表扬优秀教师们，并且感谢他们对教育的贡献。想想看，在人生的学习道路上，我们因为某些借口与原因而误入歧途，不肯好好学习。你是否也曾经受到某个老师的鼓励，而彻底的改变自己？在今年的教师节里，感谢老师当初的教诲与鼓励，买个伴手礼，与老师好好聚一聚。我是这一期的主讲人翔宇。如果你觉得这一期的内容不错，请订阅我们，并且点赞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如果你想再听到其他类型的故事，请在下面留言给我们。